欢迎收听新灯慢聊，我是维拉，我是乔治。好的，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怎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应该会做一个系列，叫做点心灯的系列。点心灯的系列。对，那我们上一集是什么系列？我们上一集就是还未分类的系列。还未分类的系列。所以那我们预计会有几个系列？其实应该就是分两个系列吧，两个部分，一个是点心灯。那主要呢，点心灯我们会谈论一些关于信仰，还有一些观念上的。关于信仰的观念。这个听起来有一点蛮值得探讨的哦。对啊，欢迎大家继续听下去。对，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点心灯的系列。那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怎么样开始相信关公爷爷的。关公爷爷，对。好，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为什么会叫他关公爷爷？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都很尊敬哦，我都称关圣帝君，但不知道是乔治您还是谁就一直说关公爷爷，关公爷爷，后来我就好，那我跟你那个分享为什么会叫他关公爷爷好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朋友啊，他有请他的小孩来问事。那在这个问事的过程当中，他都会说跟关公爷爷问好，跟关公爷爷问好。那久了以后，我跟我这个朋友呢就跟着称呼他是关公爷爷，一路以来就习惯称呼他为关公爷爷。好，等一下我先来讲解一下背景好了，就是乔治呢其实是关公爷爷代言人，有大概10几年的历史了吧，经历。对，那我呢就是那个在旁边观察了10几年的那个人，这样子。半路杀出来，然后站在旁边看。有半路吗？应该算是啦，就是你当了神明代言人的一半，应该有，你应该就是好几年后了，等于是你开始办事之后我才加入的嘛。对啊，没错。所以你前面有一大段都没有在办事嘛？对，没错， Okay. 没错。你觉得你对于信仰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或是在这个系列里面，你有想要传递什么？我觉得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其实信仰它不应该是一种迷信啦。只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是民间信仰，你是什么信仰，那就会直接把它连接到信仰，它就是迷信。但是其实信仰它不应该是迷信的，对，而是说信仰它是会带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力量，会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所以我们讲说，其实相信是一种力量，而且信仰应该是要带给我们正面的力量。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所谓的宫庙文化啦，或进香文化，甚至说什么礼拜祷告，这个都不会是信仰的全部，它是只有信仰的一部分。但是说真的这一些宫庙文化好不好呢？其实我觉得它是好的，因为它代表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从文化资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延续的。那我也蛮推荐，其实大家应该要有更大的包容度来看待这一件事情，因为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它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不要继续能够保留它？其实从正面的一点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我们从祖先所留下来的一部分，继续去推广它。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好的文化可以传承的。对，这是一个值得传承的事情。对。好的，讲了那么多，前面开场开了那么长，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我们是怎么遇到关公爷爷的呢？对吧？是，就是我们在遇到关公爷爷之前好了，或是接触到民间信仰之前好了。乔治，你有其他的信仰吗？
我没有我在遇到关公爷爷之前，我也是压香对白的。那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吧？就对，拜拜了，拜拜了，然后就对香就拿起来拜。没错，在那个之前，我都觉得压香对白，其实这个就是信仰，对不对？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吧？对啊，去庙里拜，拿香拜一下，然后结束之后拿个纸钱去烧一烧，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那个信仰。求个什么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这样子而已。然后就会觉得说，我的信仰就是拿香拜拜，然后烧纸钱，这个就是我的信仰。像我的话，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关系嘛，所以我妈本来是佛教徒，对，出生的时候就是一直接触佛教相关，对，算学习到很多佛教观念的。不知道为什么到我国中之后，我妈有一天就去接触到这种民间信仰，真的是有找到那个可以问世的，有在办盛事的，带我去就是我们类似像一般公庙，然后有在那个办事可以问世的这样子。对，其实我这样算蛮早，我国中就接触到公庙了，但我觉得很懵懂未知啦，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被我妈这样细给啪啪照。其实我跟你说，我应该比你早。怎么样？你是婴儿就是对，我应该在幼稚园、小学的时候就接触过。那你会觉得说，关公爷他带给我们的会有是不一样的感受吗？会应该是讲说，对我们来讲，有那么多的公庙在办事，然后关公爷其实也在办事。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对你的人生是有不一样的影响吗？还是说，其实这个跟过去的观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啊？我先讲一下我什么时候遇到关公爷爷的时间好了。我遇到关公爷爷的时间应该是高中要升大学那个时候。高中升大学，其实还蛮早的，对不对？对，这样其实算早。那也是因为我老妈的原因啦。OK， 也是因为我老妈先认识乔治。我第一次遇到关公爷爷应该是在一个庙的普渡上面，然后我妈把我抓，因为我妈一直觉得这个关公爷爷很棒棒，然后就把我抓去请关公爷爷加持。那这一件事情我没有印象可能在太久，因为我也那个是你高中应该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那真的很久了。所以我这个回忆也是想很久，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啦。OK， 那乔治你呢？你的应该是神奇故事吧？对啊，我就讲说，其实我从很小我就牙香对白嘛，去庙里拜拜一点都不稀奇啊。只是说，我真正遇到关公爷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认识我的都知道，其实我是在台北的一个很大的庙遇到关公爷，那是被他直接就强行上身嘛。对，大家如果有兴趣，我再把那个乔治有上另外一个节目的 podcast， 他有讲过这个故事，再连结给大家听，我再贴连结给大家。好，这个故事可能稍微长了一点点。那在怎么样的契机之下呢，让你开始相信关公？可是你是直接被他这样算是抓起来的吗？我讲相信关公爷，他算是一个过程吧。对于我来讲，相信有神这一件事情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我就开始有在接触问世的。你要叫我相信说，真的有神哦，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但是要相信关公爷说，附在我身上这一件事情，哇，那个就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了。对，因为这个有很多很多必须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啦。你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你是他的代言人，但是像我也算是信徒嘛，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感受会比较深。对，因为对我来讲跟对你们来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你会觉得说，那关公也这样讲到底合不合理啊？或者是说关公也这样跟其他公庙这样在办事的这样，我可以稍微比较一下，货比三家一下。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直觉的一种反应。所以而且是我跑不掉的，别无选择。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就像说一开始接触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有跟我讲，
哎呀，你如果有这个体质，那你这一辈子就要开始有心理准备，你要抢破衫破口。那我心里面的 OS 就来了啊！我都还没有吃到一个丰盛的3餐，你现在叫我抢破衫破口，怎么可能？我怎么会甘愿？我不要。那另外一个也有人会讲到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有待修行的命啊，你应该要怎样修怎样修。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女朋友，也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我在想说，开什么玩笑啊！我那个吃喝嫖赌我都还没尝试过，你现在叫我修行，不要闹了好不好？我就说好，要不然你先让我吃喝嫖赌完之后要再来，可以吗？这会不会太一步登天了？会不会太有点强人所难？对，但是你要这样想，就是说，对我的人生来讲，我有我想要的那个吃喝玩乐啊，我有想要我的那个人生享受啊。那你现在突然之间就因为这样子一个体质改变，然后叫我要放弃所有的一些对于欲望的一种追求，那我真的没办法，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请告诉我 why。处在一个困惑，就像说，好，你是一个很喜欢吃牛肉面的人，然后我就跟你讲说，你从明天开始不能吃牛肉面，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服你的理由，为什么你不能吃牛肉？但是就叫你，就是无论如何 ，no matter how， 你明天开始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对，那你能接受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说这是关公爷对你的要求，还是？事实上，关公也并没有这样讲，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前辈来这样跟你说。你说在这条路上的前辈们，对，那这些前辈们呢，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理论，然后前辈们就会跟你讲说，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然后呢，甚至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花钱去处理什么，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说法了。那这么多说法，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都觉得，那我为什么要接受？所以我为了要能够接受这些事情，我去搞了好多好多的事，我到处去问啊，到处去了解，到处去拔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就像我讲的，吃喝玩乐这件事情，我都还没有真正的享受过。我也还没有真正去住过豪宅，我也还没有真正去做了一些我人生想做的一些事情。那你现在叫我就放弃，这不太合理吧？还是有些欲望的吧？对。那就是以我这个算是单纯的问世者来说，会感受到一些神迹，或是大家说他预言的是有准的这样子。对，那所以当时候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不是完全的相信嘛。但是在问过几次关公爷爷，那关公爷爷几次是真的蛮准的啦。我不是要捧他还是什么，但是是真的有，就是他讲的事情是真的有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关公爷的第一步入门都是从神迹我觉得不管是开始，不管是相信关公爷爷，或是相信任何宗教，应该就是见证神迹开始，对，就是会见证到一些奇迹或是神迹开始吧。所以我一开始入门，开始有点相信关公爷爷是从这里开始。对 ，OK。但是走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关公爷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不一样，或者是说他给我们的改变吗？对，或者是说你觉得相信关公爷，跟着关公爷走，这样子的话，对你人生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注意吗？我觉得我先讲好了。其实关公爷他比较不注重在帮你解决问题，对，没错，他比较强调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上面的改变跟一些观念的转换。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们的改变呢，带给我啦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他除了一些观念上的灌输之外，然后让你有一点在观念上有一些转变之外，我觉得还会进入一种反思跟反省的状态。我相信关公爷的
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真正会开始慢慢去相信关公爷是，当然就是一定是从被他强行上身开始嘛。这个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事情。你这样讲，大家会怕嘞。怎么办？他都强行上我的身。对，这个是我完全无法抵抗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有提到过说，因为是人生的低潮，所以在人生低潮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需要一种依靠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公也给我一个真的有给我一个依靠。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就会有一种安定感。那另外一个提到说，关公爷越来越信任他，应该这样讲。维拉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关公爷他从来不强调办事，对，他从来不强调开坛做法，他一直强调是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做人准则嘛。所以他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做人应该要有怎么样正确的心态。那应该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些反省、一些改变。那我会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慢慢的去接受关公爷给我们的这些观念，而且真的去做了之后，会得到所谓的法喜。我要提的就是说，法喜这件事，它其实不是哪一个宗教的特别名词。大家如果真的有去走过各个宗教，都会提到法喜这两个字。那法喜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喜乐感。那我们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跟以前不一样的我自己。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反而因为这样子去改变了之后，我觉得很欢喜。哇，原来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我。那因为我相信了关公爷的教条，我真正开始因为关公爷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改变，我真的去改变了之后，会发现我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那一种喜乐感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的啦。对，这是我只能够用这样子来表述给大家理解，就是说这种法喜是真的很快乐。我稍微讲一下好了，大家也会好奇说关公爷爷到底预言了哪些事情，然后让我更相信吧。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妈就是非常相信嘛，所以她有一次问关公爷爷，就说觉得我应该要走入宗教，为什么当时候不太愿意？可是你那个时候那么年轻他为什么会希望你应该要走入宗教？他就觉得我应该要跟他一样吧。OK， 他可能在我老妈的观念里面，他觉得这个是很棒一级棒棒的，就是可能对他帮助很大，那他觉得对他小孩帮助应该也很大，所以他希望我也赶快的进入这个民间信仰里面也好，或是跟随着我老妈一起走这条路也好。所以我妈那时候我记得我可能好像也才刚毕业吧，大学，然后他就很急着在问关公爷爷说我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为什么我还不赶快走入这个宗教里面。是，我记得那时候关公爷爷只是说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他大概28、29岁的时候会自己走进去这样。所以就是时间还没到。对，他就说时间还没到，你不要。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吧，你说28、29。可是讲真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本来就不太容易相信这一些。对啊，我那时候才20出头，就你讲我还想玩我都还没去尝试过什么，享乐过。那我干嘛？我看到你们就像你讲了，每个人都说修行要怎么样，我听了我都快吓死了。我为什么要？对，我为什么那么年轻要葬送自己？就觉得说修行那个是天方夜谭，我又不是出家和尚，我干嘛去玩这一套？是在浪费我的青春啊！对啊，没错，我恋爱都还没谈够，什么工作赚钱也还没赚到什么钱，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对，反正那时候关公也就这样讲啦，就叫我妈不要担心太多，这样28、29。可是真的很奇怪，在我真的是28、29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我想要去探索，对，我想要去宗教团体里面，因为我应该那时候内心是真的太多疑问了。是。然后我就想去探索我从来没有
探索过的宗教，所以我就跑去天主教了。所以你也是好奇宝宝，算吧，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旁边帮关公爷爷这个应该就是做些事情。我们讲说开始有在启蒙了，有可能吧，反正就是不晓得，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看，我一定要去探索一下。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走入天主教？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啊，我小时候听了佛教的观念，对，然后中间又听了很多民间信仰的观念，对，我就开始会很疑惑嘛。对，难道你们讲的都就是真的吗？真理就是这样吗？那我去别的宗教听听看嘛，去了解一下，对，我去了解其他宗教到底跟你哪里不一样。对，会回来相信关公爷爷，就是真的是去走了一遭天主教之后，我发现关公爷爷所讲的跟天主教所传递的，对，神父所传递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他们只是可能名词不一样，但是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观念跟关公爷爷的毫无差别啦。为什么你会说是一模一样？简单来讲，他们所传递的就是爱而已啊。哦，神爱世人。对啊，他们最简单就是爱而已啊。嗯哼，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啊，这个可能要再开一集，对来讨论。我现在只是想说，就是因为这样走了这一招之后，让我更相信关公爷爷。其实到最后真的就是神爱世人，这是没有错。只是说你要能够真正感受到神爱世人之前，那我们要先了解怎么样爱自己。透过爱自己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了解为什么神爱世人。我觉得中间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就可能要另开一集。对，但是这个又是一个浅带过这样很大段的故事。对那所以我说，关公爷爷就是我相信关公爷爷，然后他还有带给我的观念，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有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会把就是神会慢慢的由从一个外显的样子，对，内化到心里面去，对，就像天主教常常讲的，就是天主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所以对我来讲，神已经不太像是我一定非得要去庙里面拿香拜拜，我才会有跟神好像跟他有连结，还是什么，而是我随时随地，就像天主教他们会祷告，他们可能睡前会祷告，或是 anytime 你觉得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到目前我还是常常用祷告的方式在跟关公爷爷，就是有点是倾诉的对象这样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心的连结，你的心跟他的心的连结，只要你愿意把心打开跟他连结，每一个宗教应该都是这样讲啦，就是神是无所不在，对，所以关公爷爷无所不在，佛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在，没错。对，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难道都没有对关公爷有任何的质疑过吗？当然是有啊，他传递的有些观念，我都觉得说啊，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比如说呢？其实他最讲求的，因为他的精神就是忠义嘛。对。那忠义之前，他说你要尽孝。对。孝顺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是挣扎了很久啦。啊，真的啊？对啊，他不是已经说一定要孝顺父母，一定要他就是你的天你的地这样子。爸爸是天，妈妈是地。对，我那时候挣扎很久，我觉得这可能我在猜啦，应该很多人也会有一样的想法啦。我自己觉得，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爸妈都会有一些纠结嘛，会有一些相处上小的摩擦维持这样子。算是小的嘛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变得拉扯很大了。是，你要拖过去那一关，是真的是很难，还蛮痛苦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爸爸是天，妈妈是地的这个观念。其实你就是你小时候背那个《弟子规》里面都会有讲啊。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弟子规》的问题而已啦，而是在于说，爸爸赐予我们骨，妈妈赐予我们血。所以因为有爸爸妈妈，才赐予我们这个生命，长出我们现在的我们。
所以假设没有爸爸妈妈，就绝对没有现在的我。对，所以你没错。假设你没有办法认同你的爸爸妈妈，其实就代表没有办法认同同你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没错，但是大家这个过程还蛮痛苦的，倒是真的。这的确是，这的确是。但是慢慢的，其实我们去了解到说，所谓的孝顺，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且我们讲说，敬天敬地，其实假设连我们最亲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那事实上天跟地，对我们来讲，这个都太遥远了。光是孝顺这2个字，我觉得应该也纠结了好一阵子。今天的时间有限，对啦，所以我们这个只有讲到另开一集才来慢慢探讨。只有我们只有讲到孝顺这2个字，未来会慢慢的跟大家讨论一些关于关公爷爷的观念。对，但是因为关公爷爷所表述的孝顺，它不是像我们一般以为爸爸妈妈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乖乖听话，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孝顺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不是像我们传统认为说，爸爸妈妈叫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往西就往西。父母呼应勿还，父母命行勿懒。对，他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今天节目真的有一点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另辟一集专门讲孝顺，再跟大家说关公爷爷对这个有多坚持到说跟他 argue 任何，他就说不行就是不行，对，非常的硬。对。关公爷爷还有对你带来什么样？你觉得是好的影响？其实好的影响我觉得蛮多的耶，因为我觉得说刚提到我的人生当中我有太多那一种享乐的东西我想去做那当我觉得我的想法慢慢改变之后，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么多所谓的那些玩乐享受之后啊，我在做很多事情上面我会变得更看待事情是更简单。就例如说今天要吃饭，我明明就想要去吃一个大餐，但是我会发现说吃大餐订不到餐厅，所以我可能要放弃，只能去吃一碗面。我也可以很高兴的去接受，那没关系，那我就去吃一碗面。所以我在看待事情它其实就会真的变得比较简单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变得比较专注。很多人在讲说我在洗碗的时候，其实我心情七上八下，对，所以我的碗就很容易打破然后我在洗衣服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所以我可能就会忘记哪一件衣服没洗，或者是忘记某一件事。就我明明在做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会分心掉。那我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在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对我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在工作上面吧。就例如说有事半功倍吗？这是真的真的吗？就例如说我在以前在写报告的时候，我可能老板交代一个报告，我可能要花3个小时写完，但是我现在可能只需要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写完。原因是因为我在这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我只要一坐下来，我可以一直把这件事情做到结束为止，我不会起来做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分心掉说哎呀我现在要写报告，但是我刚刚什么事情忘记了，或者是说我有什么事情我漏掉我要先做，所以我就会一件事情一下子跳 A 一下跳 B 一下跳 C， 我会把 A 完整的做完做 B 完整的做完做 C。所以我在做事情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的一个专注的状态。最后我觉得帮助最大的应该就是说很容易去改变想法吧。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对，或者是说会遇到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事。那让关公也训练这几年下来，其实就会在一些不开心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快的去转变想法。那我可能还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最大的帮助。对我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比较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思绪跟情绪。比如说像我以前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感觉，反正我没耐心我就先生气再说嘛。可是现在我只要有没耐心的头只是一点点而已，你光开始感觉到那个没耐心的时候，火山准备要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岩浆来了。对，你就会发现好像有岩浆要漫上来的感觉这样，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忍得住，至少会尝试着去压抑它，你就知道自己那个东西起来了，然后你就好，我知道，深呼吸一下，先深呼吸一下，再等个2分钟没有关系，就可以尝试安抚自己这样子。OK， 在这个方面其实帮助蛮大，你察觉久了，控制得住久了，你比较不太会被很多情绪给影响到。其实慢慢的去找出来自己的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不耐烦的情绪之后，他其实就会慢慢的去收敛。对，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就是跟个性是很有关系的啦。对，一定会。所以就是要慢慢的了解自己。好的，前面分享了我们对于关公爷爷的相信，还有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之后呢，关公爷爷他到底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像关公爷爷他会说，他的关刀不是要拿来砍人的，也不是拿来砍魔的，他是要拿来剖开我们的心。加上他超常在问说，你们的心到底在哪里？那我想问问乔治的是，那他的核心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关公一讲这一句话，我其实反而是想问你，你了解为什么那一个关刀是拿来砍我们的心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讲说，我们都是人，所以呢，我们的人就会有很多种面向，所以我们的心是人也是魔，所以我们才会讲心魔。既然我们的心也是魔，那一把刀到底砍谁？当然不是砍别人了，一定砍自己了。我们自己的心魔一定要先被清除掉，那才会干净嘛。所以关公也才会讲说，那一把刀是拿来砍我们自己的心。原来是这样子。我想说他讲的义正言辞的，而且他讲的理所当然啊。对，就是砍我们自己，拿来砍别人都没用，砍我们的自己心魔才是对的。其实我最难回答应该是说，你的心到底在哪里？摸不着也看不到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心它就是四化。这个应该是说，关公爷他其实他真的不是来传递应该要怎么样开坛办事啦。对，其实关公爷他真的完全都不强调这一些事情。甚至你其实仔细去听关公爷他也不强调拜拜有什么规矩。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个我可以小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关公爷旁边算是帮忙也是蛮多年的，但他从来没有要求说什么香一定要怎么拿，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弄，那个香炉一定要怎么样，没有我都自己乱弄。对，他从来没有强调过说拜拜应该要怎么拜。假设我真的不小心弄错了，他也只是有时候他就默默自己接过去，或者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要怎么样弄，就这样而已。所以其实他真正来传递的就是说，你有心想要来点个香，3炷、5炷、10炷没关系，这个是你的心意就好了。你来双手合十拜拜，OK 的。可是关公爷这样子也造成我很大的困扰怎么说？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变成说，你不用啊，又没有关系啊，这个也没关系，然后我就会常被那些师兄师姐们骂到臭头，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恭敬心？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其实又来了。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短，如果说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我可以稍微再跟各位来分享。那为什么需要这一些仪式？那这些仪式感的优点在哪里？那今天先暂时不讨论这个，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关公爷他其实他并没有要来传递拜拜是应该要怎么拜，
烧金纸应该烧多少，或者甚至说他也不强调开坛办事，所以关公爷他从来都不会去探讨这一些事情。那关公爷来到底要干嘛？来让各位来问事了吗？他也不是要做这一个事情。对，那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好了。有一次关公爷就问我们说，你觉得来问事准跟不准有那么重要吗？觉得蛮重要吧。其实来问事的都会希望准嘛，对不对？但是从一个信仰的基础来看，那其实准跟不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我们讲我是来看医生的，那看完医生之后，我这边痛那边痛，你开给我的药就是要有效嘛。那我不痛了以后，我就不会再来看医生了嘛。但是关公爷他不是医生啊，所以他不是要开药给你吃的啊。对不对？他是要带领我们去走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他不是你头痛给你头痛药，脚痛给你脚痛药啦，他不是这个角色啊。所以应该讲说，关公也是心灵导师，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帮你医头痛的医生。的确。好，那回过头来，所以关公也会问说，那准跟不准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其实差别很大，就是说，假设神佛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一个信仰，准或不准，信仰都在。但是如果不是一个信仰，那准我明天继续来，因为医头痛有效，就敢当看医生就对了。对，但是如果不准，我明天把生香拿去烧。对不对？对，要不然就像说，我去看医生嘛，那医了没效之后，我就说用医，我就明天去把那个医生招牌给拆了嘛。那庙里就办事不准，我明天就把神像搬下来烧掉了。所以过去不是很多六合彩，然后后来问没效了，就庙就没了，对，庙就没了，神像就烧了。对啊，对，就类似这样嘛。所以关公也一直在讲说，这个不是信仰的本质，对，真正信仰的本质它不在这里，对，是。好，一直讲了这么多之后，所以才会提到说，那关公也给我们的这一些观念，真的会让我们有一点哑口无言，有点冲击，有点对，真的哑口无言，有时候会被他问到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就是你可能脑袋从来没想过的问题，这样子。对。那你觉得他传递那么多讯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念呢，或是理念呢？是要让我们早早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呢，还是呢，他要来帮助我们人生一切顺遂？关公爷从头到尾都只有讲一句话，他只有讲正心正念这样子而已，所有的事情就是要正心正念。但是其实这一句话4个字，要做到好难啊！这个对，这可能要讲很多了。对，这个正心正念，可能我觉得让我们讲10个小时、20个小时，可能讲不完。对，因为他所传递的正心正念这4个字，其实是一个人生，或许我应该讲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都还必须探讨的课题啊。对，因为它真的非常不容易，对，涵跨太多东西。所以维达，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要跳脱六道轮回，是不是？脱离六道轮回，跳脱也是行啊。对，我觉得这个有点早啊，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后面的事情。光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念，或者是说光改变我们的习惯，就已经很困难。例如说我一天可能需要喝2瓶啤酒，我一个礼拜可能要打2场麻将，光要去戒掉这一些东西都很难。对，更何况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一没耐性，我应该要怎么去控制我自己？我觉得光觉察到那个状态就很难了。对，这个更难。那个就是你直觉反应，遇到这个事情就是
非常直接，就是这样的翻译。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光要去做到这些就很难了。更何况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啊，修行就是要跳脱六道轮回，那个都已经是有点远，那个都是进阶班的，那个都是高级班的，有点远就对了。对对对对，那离我们真的有点远。我们能够做到像你讲的觉察，能够觉知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都很难。甚至说，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应该要改变。对，就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没错，其实关公也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啊，其实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用一个更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对，就是说，凡事应该要回头来看看自己，不应该只是眼睛看着别人，然后不应该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自己也犯了很多的错。对，别人应该要改变，但是最应该要改变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对，所以我觉得，关公爷爷他所想传递的想象，我们就是要变升级版，我们要升级到 2.0， 但升级到这个 2.0 呢，不表示说你就是很完美的状态，或是你就可以成佛还是成仙了，而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我们自己？对，没错，然后看见我们自己。成佛跟成仙这个都是非常遥远的路啦。对，就像维拉提到的，能够改变自己，能够去成为 2.0 的自己，哇，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没错啦，是真的，可能真的要花时间，可能还没有用。一开始要有那个勇气啦。对。面对自己的勇气，没错，对，你才会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真正看见自己的时候，就是刚提到的那个大刀拿来砍自己，对，就是你想想，你光是被美工刀划到一个皮，你就痛得要死了，他是拿一把大刀来给你砍，对，那是有多痛？而且他是从我们内心深处直接大刀就砍下去，天哪，那个会痛到干干叫，但是又不知道要干给谁听。我常常在开玩笑，关公爷很像驯兽师。对，他就是把你打到趴在地上，然后你不得不臣服于他。等一下这样讲一下，大家会不会越来越害怕关公爷？以后都不敢去拜因为想说这是什么邪教？这个不是其他宗教觉得说我们就是一群迷途小羔羊吗？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就会说我们是迷途羔羊，然后耶稣是牧羊人，就把我们这一些小羔羊一个一个牵回家，对，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关公爷比较狠一点，比较像驯兽师，你不乖就给你鞭下去了，不乖直接打。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有限啦，所以没办法，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那么细。那未来呢，我也会慢慢的把这些主题慢慢的分享给大家。我们新灯系列就是会把今天这一些内容把它再分展出来，然后看有什么样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先到这边。就是如果你也有你自己的信仰的话，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信仰经历。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下次再和我们一起点心灯慢慢聊，拜拜，拜拜。